这一刻，那歪鼻子长老的额头已是出现一层冷汗，可以看出他龙晨义的确有着不小的压力，尤其是看龙晨义的架势，明显要护着楚风与白若晨，他就知道这一次他当真是踢到了铁板之上，就算下不来台，也只能这样了。但是哪怕明知自己这次要挫败而归，但是却也不能丢失了长老的风范，所以还是强作镇定的道：青木山的规矩不能乱，但龙晨义乃我青木山未来的希望，既然你开口了，我就不与这个新人计较。不过青木山的弟子一定要懂规矩，既然你认识他，那你就带老夫多多教导他一下吧。话罢之际，那位长老已是一跃而起，快速的离开了此处，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那位长老离开之后，广场上围观的弟子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尽管早就知道羽化宗强势，但当真正见到的时候，仍是感觉叹为观止，都被羽化部的势力、龙晨义的强势所折服了。真是麻烦，就你事多，到头来还要我们帮你摆事。龙晨父冷冷地看着楚风，眼中充满了鄙视。我有要你们帮忙吗？楚风冷笑，完全不将龙晨父放在眼中。你这混贱状！龙晨父气得不轻，抬手便想与对楚风动手。住手！可还不待他出手，龙晨义却突然暴喝一声，制止住了他的行为。这位便是楚风兄弟吧？在下龙晨义，乃是羽化部的大当家。知道你与小弟之前有些误会，不过羽化宗与青木南陵已然联盟，说到底咱们已是一家人，还是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从此和平相处。龙晨义面带微笑，客气地冲着楚风抱了抱拳。原来是龙晨义师兄，幸会幸会。楚风见龙晨义如此客气，也是客气地回以一礼。不过楚风不傻，他能够看出龙晨义不是真心待他好，这个人不仅实力强，心智也远在龙晨父之上。相比于龙晨父，其实这龙晨义更难对付。楚风师弟，不知为何你不戴帽子？虽然这不算什么，但难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长老当成画饼，找你麻烦。龙晨义好奇地问道。龙晨义师兄，在座的各位师兄，难道你们没听过绿帽子的故事吗？楚风扫向众人问道。绿帽子的故事。听得楚风之话，众人一脸茫然，彼此互看一眼之后，皆是摇了摇头。这就难怪了，不过无妨，我倒是可以说给你们听听。见状，楚风坏坏一笑，随后便毫不保留，并且添油加醋的将蛋蛋讲述给他的绿帽子故事当众的讲给了羽化部的众人。竟然还有这种事！听得绿帽子的故事之后，在场的女子倒还好，但是那些男子脸色都变了，因为楚风讲故事的能力可比蛋蛋还要强。如果说蛋蛋讲的绿帽子故事还是一个故事，那么楚风讲的故事就绝对是个事实。所以此时此刻，他们怎么看自己头上的绿帽子，怎么敢别扭？尤其是想到他们居然还戴了这么多年，那心中的滋味就更像是吃了烂茄子一般，难受至极。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舒服。为了让自己舒服一些，索性我便没有戴那顶帽子。看着众人那跟吃了狗屎一般的表情，楚风故作感慨地叹息一声，说话之间还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道：还是这样好啊。而这一刻，人群之中一片无言，羽化部的男子默默地将手中的绿帽子收了起来，更有甚者，更是悄悄地将其粉碎。就连那些围观之人也是赶忙将自己头顶的绿帽子给摘了下来。还有人忍不住骂骂咧咧：谁他妈的设计的这个帽子？我诅咒他老婆偷汉子！楚风师弟真是风趣。不过这个故事的确是影响人的心情，只是一个帽子而已，不戴也罢。事实上，就连龙晨义也是将手中的帽子收了起来，并且看向了白若晨，说道：若晨师妹，若是想劝我去羽化部，那就免了。可还不待其将话说完，白若晨便吐出了这样一句。这一刻，莫说是准备奉劝白若晨的龙晨义，几乎在场的所有羽化部之人皆是张大了闭嘴巴，就连围观的楚风也是为之一愣，心中暗想：这丫头也太狠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与龙晨义说话，明摆着是让龙晨义下不来台啊。不过这龙晨义显然是早有准备，他只迟疑了一瞬间，脸上便再度被笑脸所替代，笑眯眯的道：若晨师妹，就算你不想听，我也要将话说完。就这样和你说吧，羽化部不是我龙晨义的，而是羽化宗的。同为羽化宗的人，羽化部离不开若晨师妹，所以还请若晨师妹不计前嫌，能够原谅羽化部之前的错，回到羽化部来，毕竟这里才是你的家，只要你愿意回来，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龙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件事真的不必再谈，说多了只会伤感情。白若晨毅然决然的拒绝，那平静与冰冷的容颜，就像是在说此事绝无回转的余地。若晨师妹，真的就不能再考虑一下了吗？龙晨义并不愿就此放弃。龙晨义师兄，你这样过了吧？若晨妹妹现在是我修罗部的人，你当着我的面这样挖我的人，是不是未免太不将我楚风放在眼中了吧？这一刻，楚风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哥看得起你？可还不待龙晨义开口，龙晨父却是指着楚风的脑袋大骂一声。听得此话，楚风的脸上瞬息变冷，双目如同利刃一般看向龙晨父，冷声说道：我算什么东西？你信不信我杀你全家？看着楚风这样的目光，听着楚风这样的话，龙晨父顿时面容大变，先前的嚣张气焰瞬息全无，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更是涌遍全身。尽管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何会这般，但是此时此刻他真的是怕了，并且怕得不敢与楚风正视，赶忙低下头来，并且向后退去。楚风师弟，好大的火气啊！而就在这时，龙晨义突然站在了龙晨父的身前，并且他剑眉倒数，目光炯炯，竟与楚风那杀气四溢的目光对撞在了一处。二者目光相对，无形之间激起了刀光剑影，这是灵魂的碰撞，杀气的对决。旁人查探不出什么，唯有对决的二人能够体会其中的真切，火气都是被逼出来的。见龙晨义出手，楚风也不惧怕，
不但没有移开自己的目光，更是没有收回自己的杀气，反而紧紧地凝视着龙晨义的双眼，将自己心中的怒火映射到了自己的目光之中，通过双眼将自己的所有不满，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杀意，全部传递给了龙晨义。而看到楚风此刻的目光之后，龙晨义竟然面容大变，不但赶忙移开视线，更是如同先前的龙晨父一样向后退去。慌忙之间，他竟撞在了龙晨父的身上，险些没有摔倒在地，并且此刻的他已是面色如纸，如同经历了万千磨难，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般。只在这一瞬间，已是满面大汗。大当家的见到这一幕，羽化部的众人都慌了，尤其是龙晨父更是赶忙搀扶住自己的大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堂堂羽化部的大当家，名扬核心地带的龙晨义，竟然在与人对峙之际险些摔倒，这也未免太丢人了。幸亏羽化部的成员早就里三层外三层的将龙晨义与楚风围在了中心，所以外人没看到这一幕，否则可就真的丢人了。这一刻，龙晨义也是缓过神来，他再度看向楚风，早已没了先前的锐气，说道：“楚风师弟所言极是，咱们本是一家人，若尘师妹在你那里，与在我这里，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既然如此，这件事就这样吧。若是日后有谁难为你们，倒是可以随时来找我。我羽化部永远与你修罗部永远站在同一条船上，不是吧？”大当家的，你这龙晨义此话一出，羽化部的众人皆是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都搞不清楚龙晨义到底是怎么想的。先前明明楚风说出了要杀龙晨父这种嚣张至极的话，而龙晨义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气势，二人已经是势如水火。龙晨义本该教训楚风才对，但是眼下怎么龙晨义的态度突然之间变化这么大？这不就是间接的等于龙晨义认输了吗？可是龙晨义认输，向楚风认输，这绝对是不合常理的事啊！所以羽化部的众人都懵了，根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就连向来淡定的白若尘，此刻美眸之中也是闪过了一抹诧异。他虽然与龙晨义交涉不多，但多少还是了解此人的。在他的印象中，龙晨义绝对不是这种软弱之人，而眼前的这种变故，说明其中必定发生了什么。龙晨义师兄所言极是，不过龙晨义师兄，你真该好好管管你的这位弟弟，不然以后早晚给你闯下大祸。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善良，能对他既往不咎的。楚风看了一眼龙晨父，随后便对白若尘说道：“若尘师妹，我们走。”话音落下，楚风便带着白若尘向人群走去，而那羽化部的人也是赶忙让开。就这样，楚风在羽化部众人的注视之下，带着白若尘向任务广场的深处行去，竟这样放他走了。大哥，你这是怎么了？龙晨父满面不甘地问道。与此同时，所有人都看向了龙晨义，渴望得到一个答案。而面对众人的质问，龙晨义则是深吸了一口气，随后闭上双眼。在先前与楚风对视的时候，他本是想凭借自己的气势将楚风击退，想不动用武力便让楚风害怕，刚好在白若尘的面前展现自己的强大。但不曾想，他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那东西很难形容，若要真的形容，那更像是一种预感。他预感到楚风很强，强的可怕，若是与楚风为敌，恐怕他真的会做出屠戮自己全族的事情。因为他能够在楚风的目光中看到，楚风是一个沾染过不少鲜血的人，他杀过的人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怕的数字，绝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主。最主要的是，楚风目光之中所映射的杀气实在太可怕了，那种气息根本不像是来自一个人，甚至是一些嗜血的妖兽也不具备的，就像是来自地狱深处的妖魔一般。而楚风能够自如地控制住这种杀气，那就更为可怕。抛开修为不谈，单单是楚风的那份杀气，就是龙晨义所见过最可怕的，所以龙晨义才会说出刚才那样的话，表示服软的话。尽管论修为，龙晨义可能在楚风之上，但是直觉却告诉他不要招惹此人。深呼吸了好一会，龙晨义才彻底平息心中的情绪，他睁开双眼，看向楚风与白若尘渐渐远去的背影，缓缓开口：“此子如宗主大人所说一样，不惹为妙。”听得此话，羽化部的人是如此的意外，又如此的震惊，但是回想到先前的种种以及龙晨义的作风之后，却也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再度投向了楚风。尽管很是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却也多少有些相信，这个来自南陵的弟子似乎有些不同。若尘妹妹，这任务广场这么多建筑都是领取任务的。楚风并未理会羽化部的人是怎么看他，而是如同谈心一般对白若尘问道：“你刚刚做了什么？竟然让龙晨义突然之间如此怕你？”白若尘并未回答楚风，而是反问起来：“我能做什么？我的修为没他高，真动起手来，吃亏的肯定是我。至于他突然这样，恐怕是羽化宗宗主对他说过什么吧？”楚风心中清楚原因，但却并未直说，毕竟他若坦诚地说出龙晨义是被我一个眼神给吓到了，先不说白若尘信不信，就算信了，反而像是他在炫耀一般。不说算了，总之我知道肯定是你做了什么。白若尘并不相信楚风，坚信是楚风自己让龙晨义退缩了。不过见楚风不说，他也不追问，而是看了一眼这任务广场上的多种建筑，对楚风问道：“你不会不了解这任务广场吧？真的不了解？我何时骗过你？”楚风一脸天真无邪点了点头：“你骗我的时候还少吗？”白若尘瞪了楚风一眼，这才说道：“这任务广场的任务分为5种：狼级任务、豹级任务、虎级任务、狮级任务以及龙级任务。不同的任务完成之后，可获得不同的功德点，狼级1点，豹级10点，虎级100点，狮级1000点。”白若尘说道：“那龙级任务呢？”楚风指向了那唯一一座却大门紧闭的龙形建筑。龙级的功德点不固定，并且龙级任务也不是所有弟子都能做的，因为危险度太高，寻常弟子去做只是送死而已。
龙级任务出现的时候，那口大钟便会敲响，钟声响遍核心地带，而长老也会邀请杰出的弟子来到此处。那个时候，龙级任务殿的大门就会打开了。白若晨说道：“也就是说，想做龙级任务，要由长老邀请才行。”楚风问道：“并非这样简单，长老会邀请一部分杰出弟子，但实际上能够执行龙级任务的名额，往往只有几个而已。也就是说，最终能够获得做龙级任务的名额者，需要是被邀请的人中最强的才行几位。换句话说，具备执行龙级任务的人，必须是核心弟子之中最强的几位。想必唯有青木继承榜上的人才具备这个资格。”白若晨说道：“青木继承榜，那又是什么？”楚风再度好奇地问道。“青木继承榜乃是核心弟子实力排名的一个榜单，总共有9个排名，能够进入这个榜单者，都是青木山被公认的天才。而青木山30年一大选，凡是在青木继承榜上的人，都能够获得成为当家长老的资格。而只要成为了当家长老，日后就有资格竞争掌教之位，成为青木山的掌管者。”白若晨解释道：“原来是这样，那么不知道龙晨义在这青木继承榜上是第几名？”楚风试探性地问道。龙晨义虽然在与楚风对峙之时，被楚风运用天眼的灵力以及自己的杀气所吓倒，但是楚风还是要承认，龙晨义实力很强。但是在楚风看来，他的强大只是暂时的，楚风追赶上他应该会很快才对。所以楚风想通过龙晨义来间接的了解一下，如今的他在这青木山的核心弟子之中能排到什么样的层次。龙晨义虽然他的羽化部是青木山最强的10个分部之一，但是他可还不具备进入青木继承榜的资格。白若晨摇了摇头。那么30还有参星观的弟子呢？他们之中可有人在这榜单之上？楚风再度问道。没有。白若晨摇了摇头，随后凝重的道：“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榜单上的人，他们都是真正的妖孽，尤其排名越高的人越为可怕。虽然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但我还是要提醒你，若是日后遇到青木继承榜上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好，因为他们的天赋可都不弱于你，并且现在的修为都远强于你。”有趣，你这样一说，我倒是真的很期待，究竟是什么样的任务才能被列为龙级任务了。听得白若晨的一番话后，楚风不但没有一丝怯懦，反而一脸期待。若晨师妹，那我们现在是先去做师级任务吗？楚风问道。不，我们要做的并非师级任务。白若晨摇了摇头。难道是虎级任务？楚风问道。也不是。白若晨继续摇头。那是？楚风迷茫了。狼级任务。白若晨说道。不是吧，我们要去的不是羽化宗先祖藏有宝贝的地方吗？那种地方竟是做狼级任务的地方。楚风一脸的不相信。我打听过了，按照地图所示，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苍冥药园，在那里执行任务就是采集药草而已，是最低级的狼级任务。白若晨说道。好吧，这样也很好，至少说明危险系数很低。楚风笑嘻嘻的道。随后二人便随便进入了一座狼级任务店，二人皆是领取了前往苍冥药园采集药草的任务。虽说接受这个任务只是为了能够混入苍冥药园去寻找羽化宗先祖留下的东西，但楚风还是特意看了一下关于这份狼级任务的说明，采集10颗苍冥药草便等于完成一个狼级任务，若是采集的苍冥药草在20颗，奖励叠加10颗苍冥药草就能获得1个功德点，采集个几千颗不就是能兑换几百个功德点？这样看来，哪怕是最低级的狼级任务收获也是不低，难怪这么多人选择做狼级任务，这可比什么暴击虎级强多了。楚风说道。真是天真，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低级任务获得功德点的速度反而比高级的多了。据我所知，那苍冥药草具有灵性，不但能够隐藏自己，更是能够躲避精神力的侦查，有些人进入其中找了10天半个月都找不到1颗。白若晨毫不留情地打击道。不过很快又说道，不过当然了，以你这种连帅旗都能找到的家伙来说，若要采集苍冥药草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我带你去苍冥药园可不是为了采集药草的，这是当然。难道我会想不到苍冥药草的采取难度吗？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对了，若晨师妹，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楚风一脸无耻地问道。白若晨看了一眼那满肚子坏水的楚风，果断地说道。没兴趣，那就是缺少幽默感。我都说我没兴趣了，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无聊。不，我觉得我和你还是挺有的聊的。无耻？谁说我无耻？你看我这一口大白牙，一颗都不少。在二人一路闲聊之间，二人很快便来到了所谓的苍冥药园。虽说此处名为药园，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大到离谱的药山，至少一眼望去，群山无数，更有笔直的通天山峰，险峻无比，浩瀚无常。这苍冥药园很大，但是却并非随随便便就能进入的，因为在这无形的天际有着无形的结界，这结界很强，半地强者都无法轰碎，就别说寻常弟子了。所以想要进入苍冥药园，就必须通过特殊的入口，而想要通过特殊的入口，就要拿到任务令牌。进入苍冥药园后，楚风发现在这里采摘药草的人也是不少，只不过大多收获都不怎么样。当然，苍冥药草有灵性，难以采集，这是一方面原因，但说到底还是这些人实力不济。就比如楚风，他根本未曾想过采集苍冥药草，来此的目的只是想要寻找羽化宗宗主留下的宝贝而已。但是一路走来，无意之间，楚风却已碰到了几十颗苍冥药草，就连白若晨也是碰到了10几颗。虽然二人无心采集药草，但这毕竟也是功德点，哪怕10颗才能兑换1点，但也是功德点，所以凡是被二人撞见的，二人都未放过。奇怪，明明就在这里，为何没有任何线索？莫非这份地图是假的？可是祸随福降，有的必有失，在无心的宝之际，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现在楚风与白若晨仔细寻找之下所确定的地图终点，
却是一个平平无常的山沟子。在这个山沟子里，长满了杂草，杂草之高皆有10几米，简直如同大树一般。但是除了杂草，连朵花都没有，就更别提什么宝贝了。由此可以看出，此处是多么的不堪，这不免让一心寻宝的白若晨失落到了极点。可就在他心烦意乱之际，却发现楚风淡定地坐在原地，竟合着掌心，闭着双目，像是睡着了一般。楚风，你在做什么？白若晨问道。别吵！可就在这时，楚风却突然睁开了双眼，与此同时，他也是张开了双手。而在他张开双手之际，一道如同萤火虫一般的光芒体竟自楚风的掌心飞了出来。当那光芒体飞出之后，便四处飞窜，速度极快，似是在搜寻什么一般。那光芒体太神奇了，就宛如具有生命一般。就连白若晨也是被其吸引，紧紧地凝视着那光芒体，认真地观察着。而越是观察，他小脸之上的吃惊之色便越是浓郁。以传音之法对楚风问道：“楚风，莫非这是传说中的精神飞虫？精神飞虫，那是什么？”然而，对于白若晨那很是吃惊的反应，楚风却是不答，反问：“你少装傻！你所凝聚的东西与记载的精神飞虫几乎一模一样，你居然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精神飞虫？”白若晨说道：“你说这个东西吗？这只是我自己领悟的一种侦查手段而已。不过那精神飞虫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楚风说道：“你这家伙，精神飞虫可是一种黄袍界灵师才能掌握的手段，将自己的精神力从自己的体内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本能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通过自身的本能性质，能够搜寻到其主人都感应不到的东西，而这种手段便被称之为精神飞虫。”白若晨解释道：“你这样一说，倒是与我所领悟的这个手段真的有些相像。这样说来，我岂不是已经掌握黄袍界灵师的手段了？”楚风一脸得意的道：“这精神飞虫的确没有任何人提醒，是楚风自行领悟的。界灵师感应力敏感，但是依靠的乃是精神力，精神力却又并非在本体控制时最为强大。这从界灵师将精神力灌输到界灵罗盘，就可以看出借用外力，精神力能够更强。所以楚风一直在想，假如他将自己的精神力分离出来，形成一种有自主意识又与自己思想贯通的独立生命体，也许会大大的提升自己精神力的感应强度。而经过闲暇之余的多次修炼与实验，便有了如今的这个光芒体，也就是白若晨手中的精神飞虫。但楚风可没有想到，他自己领悟的感应手段竟然是黄袍界灵师才能施展的手段。而就在这时，那精神飞虫突然落在了地上，而也就在它落在地上的一瞬间，精神飞虫便消散了。不，虽然你的确领悟出了精神飞虫，但却还没有彻底掌握。你的这个精神飞虫只是半成体，因为据说黄袍界灵师所凝聚的界灵飞虫寿命可是很长的，而你这个未免活得也太短了。白若晨说道：“是短了一点，不过只要够用就可以。”楚风微微一笑，身形一纵，便掠到了先前精神飞虫所消失的地方。来到此处后，楚风便开始布置破解结界。而当一道结界阵法凝聚而成，并且被楚风开启之后，那方土地竟然开始微微颤动，最终向上翻滚。很快的一道大门竟然自那地底浮现而出。你这家伙竟然真的被你找到了！看着那从地底出现的大门，白若晨的小脸顿时凝固，随后又赶忙来到了近前，仔细观察起来。而他越是观察，小脸便越是精彩。怎么样，我这精神飞虫还算管用吧？楚风颇为得意地笑道：“你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如此修为，却已能够运用黄袍界灵师的手段。”白若晨看着楚风，眼中涌动着复杂却很是震惊的情绪，因为哪怕那道大门此刻就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以精神力探测，却仍然感应不到，就犹如他不存在一般。所以说，如果不是楚风在这里，如果不是楚风运用了精神飞虫，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道大门。但是精神飞虫，那毕竟是黄袍界灵师的手段。黄袍界灵师是何等人物？那可是站在五之圣土最巅峰的人物。凡是能够成为黄袍界灵师的人，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啊？虽说楚风所使用的精神飞虫只是半成体，还并未完全掌握，但是以他这种年纪，他这种修为，能够掌握精神飞虫，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尽管之前早就对楚风所界灵之法刮目相看，但是事到如今，白若晨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低估了楚风在界灵之术上面的造诣。我是什么来头？我不就是你的楚风师兄哥？楚风嘿嘿一笑，随后便看向了那道大门，说道：“你羽化宗的老祖宗可真是够难为人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但却只是一个入口，想要打开这道门也不容易啊。这道门的确不知该如何打开，你可有破解之法？”白若晨虽自认为界灵之术的造诣很高，但面对这道门，他却是毫无办法，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楚风身上。方法倒是有，只是比较麻烦。楚风说话之间，指向了这道大门，说道：“你看，这道门上有着这么多小窟窿，但可不是摆设品。我数了一下，这种小窟窿总共有10万个，而每一个都是一个钥匙孔。10万个钥匙孔，你的意思是？”白若晨略感吃惊，他早就注意到了这门上的小窟窿，因为这个门不是很大，长5米，宽2米，上面除了符咒与纹路之外，便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窟窿。但是在他看来，那窟窿错落有致，很是漂亮，更像是装饰的点缀，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开门的关键。我的意思是，想要打开这道大门，需要10万把钥匙。楚风说道。10万把钥匙，听得此话，白若晨也是被吓了一跳。先不说10万这个数量，现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钥匙到底是什么，未知加上庞大的数量，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羽化宗祖师真是太可恶了，这不是摆明了难为我们这些后人吗？想留什么就直接留步就得了，竟然绕这么大圈子，这也太难为人了。这一刻，
向来沉稳的白若晨也是忍不住抱怨起来：“淡定，这10万把钥匙的确是有些多，但是收集这些钥匙也是有另外的好处的。”楚风一脸沉稳地说道：“另外的好处？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白若晨问道：“若晨妹妹，你仔细看看这钥匙孔，是不是与这个很是兼容呢？”楚风说话之间，拿出了一颗苍冥药草。苍冥药草的中心有一颗药草种子，而那颗种子的大小竟与门上的钥匙孔相符，原来是苍冥药草的种子吗？白若晨终于反应过来，但还是感叹道：“就算如此，可足10万颗种子，这也未免太多了吧？就算我们能够收集到，那也要耗费数日时间才可。有什么办法呢？若是想要拿到你羽化宗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就只能去采集苍冥药草了。反正我是想现在就采集，因为我这个人性子急，有宝贝还是揣在怀中感觉安全，不然就总惦记。不知道你怎么看？”楚风说道：“还能怎么看？按你说的做吧。收好我的通信符，当你采集够了5万颗，就联系我。”白若晨将一道通信符递给了楚风。也好，楚风将通信符收好，随后便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将这道已经召唤出的门给隐藏了起来。事后，二人便分头行动，开始全力的在这苍冥药园采集苍冥药草。不过，楚风还是低估了这苍冥药草难以采集的程度。足足3日过去，楚风也只是采集到了3000余颗药草而已。虽说这个速度与其他人相比已经是非常的恐怖，但是对于急需10万颗苍冥药草种子的楚风来说，却是太少了一些。幸亏这苍冥药园极大，否则楚风真的很担心，在他搜刮过整个苍冥药园之后，是否能够凑齐那是10万颗种子。快说，再不说就打死你！诸位师兄，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有苍冥药草，你们就算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啊！胡扯！身为守园人，常年在这苍冥药园待着，你会不知道哪里有苍冥药草？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请你们放过我吧！妈的，你这臭丫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我让你不说。此时此刻，楚风正在专心的采集药草，可是突然听到远处有打斗的声音。本来楚风不爱管这种闲事，但是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楚风却不能忍受了，因为这并非弟子之间的争斗，而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在欺负这苍冥药园的守园人。守园人是什么人？他们的地位很低，与奴婢相差不多。按理来说，弟子就算打守园人也不算什么，但是楚风就是看不惯这些恃强凌弱的人。顺着声音，楚风急速前进，越过一片丛林之后，果然发现了5道身影，那是4男1女，4个男的，都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他们的修为都不弱，但也绝对不强，乃是9品5军，并且他们的年龄不是很大，手臂上也没有分布的袖标。楚风判断他们应该与自己一样，是几日前刚刚进入核心地带的新人才是。至于那名女子，竟然是一个少女，她穿的很是朴素，长相也很是一般，但是肌肤却光滑如玉，很是细腻。不过此时此刻，她正跪在地上，并且她那本该白皙如玉的小脸之上，也是有着2道发紫的掌印，甚至道道血水已是自脸上的划痕不断涌出，与其眼角的泪水融合一处，一同流下，既悲惨又可怜。但是哪怕如此，那名站在少女身前的男子仍然没有罢手，而是一只手抓住少女的头发，一只手继续扇向少女的脸颊。住手！见到这一幕，楚风便暴喝一声，而听得楚风的声音之后，那5名男子也是回过头来。起初他们的脸上有着些许的惊慌，毕竟他们在做的事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当看到楚风那稚嫩的容貌后，嘴角却掀起一抹不屑的笑容，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一个愣头青，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管我们的闲事！现在磕头认错，我们饶你不死，否则有你好受的。”那位殴打少女的男子更是大步的向楚风走来，竟然想要教训楚风。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突然探出手掌，一股狂暴的吸力涌动而出，直接将那名男子吸了过来，用手掌抓住了他的喉咙。与此同时，层层一平5望的威压更是如同飓风一般席卷开来，不仅大地摇晃，四周的树木更是肆意摇摆，花草被吹得零碎飞舞，喉咙被锁。那名男子的脸上顿时涌现出痛苦的神色，而另外4名男子更是面容大变，吓得瑟瑟发抖。堂堂青木山弟子竟然这般恃强凌弱，为利奥得到苍冥药草，投机取巧，殴打守园人。你们说这件事我若上传给刑法长老，他们会怎么处罚你们？楚风目光如电，看着那被自己抓住喉咙，只要手指微动便可将其化作飞灰的弟子问道：“师兄饶命，师兄饶命！是我们糊涂，是我们糊涂，还望师兄给我们一个机会，千万不要告诉刑法长老。”这一刻，那4名男子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开始向楚风磕头认错。见状，楚风冷哼一声，手臂一挥，便将手中的男子狠狠地甩了出去，而那强大的冲力更是直接将另外4名男子给砸到在地，砸了个人仰马翻。放过你们可以，自掌耳光，掌到我满意为止。楚风冷冷的道，言语之中不留一丝情面。楚风此话一出，5人先是一愣，彼此互看一眼后，眼中便闪过一抹决意。他们先是整齐的跪成一排，面向楚风，这才轮开自己的胳膊，开始猛扇自己的脸颊。一时之间，阵阵响亮的耳光如同鞭炮炸响，一道又一道沉重的巴掌连绵不绝地落在他们的脸上，并且他们一边自掌耳光，还一边向楚风认错。可以看出，他们真的很怕楚风，毕竟在这里实力未尊，先前楚风的实力他们已经见识到了，那是他们遥不可及的。况且他们的确有错在先，如果楚风真的将这件事捅到刑法长老那里，恐怕他们会更惨，甚至会被驱赶出青木山。而与这些相比，自掌耳光算什么？就算打烂这张脸，他们也愿意。谁让他们这么倒霉？
遇到了楚风这个煞星呢？在他们自长耳光的时候，楚风走到了少女的身前，替少女治疗伤势，这才发现这个少女长得真的不是很大，应该只有15、16岁的样子，与当初在青龙宗做外门弟子的楚风相差不多。少女起初很怕楚风，楚风喂她吃药，替她疗伤，她总是会下意识的躲一下，但却又不敢彻底的躲开。不过在楚风眨眼之间，便将她的伤势治好后，她对楚风的警惕则放松了不少。谢谢你。少女摸着自己那已然恢复如初的脸颊，很是诚恳地说道：“不用谢，这是应该的。”楚风和善一笑，随后问道：“你叫什么？”“我叫燕儿。”小女孩诚恳地回答，不过目光却不由移到那5名跪倒在地、自长耳光的男子身上。看着男子那此刻满面是血的脸，燕儿的眼中不但没有丝毫的解气，反而涌现出同情之色，对楚风说道：“这位师兄，能放过他们吗？其实他们也没有对我如何，把你的小脸都差点给打毁了，还不算如何。”楚风颇感诧异地问道：“这不算什么？”燕儿灿烂一笑，尽管长得并不出众，但是笑容却很是阳光，看着很是舒服。看到这样的笑容，楚风心中不免感到酸楚。他能够从燕儿的这句话中听出，燕儿应该经常被核心弟子欺负才是，但是他却一点也不怨恨这些弟子，反而习以为常了。燕儿，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楚风感叹一声，随后才对那5名男子说道：“滚吧！”听得此话，5名男子赶忙站起身来，连头也不回，赶忙向远处逃窜，恨不得马上离开这苍冥药园。站住！可是他们还没跑出几步，楚风却再度开口。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那5人顿时身体一颤，站在原地，不敢再向前踏出一步，缓缓回过头来，脸上挂着牵强的笑容，磕磕巴巴地问道：“这位师兄，还有事吗？你们还没向燕儿姑娘认错呢。”楚风说道：“对，楚风师兄说的是。”见状，5人赶忙再度跪倒在地，冲着燕儿以及楚风再度叩头：“多谢燕儿姑娘大人大量，多谢这位师兄手下留情。行了，滚吧！”楚风摆了摆手，实在懒得再看这5人的嘴脸。而这一刻，那5人自然不敢迟疑，一个个施展出自己最厉害的身法武技，拼了命的离开了此处。燕儿，虽然你是守元人，但并不代表你真的比我们这些弟子低上一等，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欺负你是应该的，照顾好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别人又怎么会尊重你？你还小，我不希望你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欺压之下。说完这句话，楚风便转过身去准备离开。虽然这个少女很可怜，但楚风知道他帮不了她，今日帮了她，也许明日又会被欺负，能帮她的只有自己。学得聪明一点，哪怕只是一个守元人，但也不至于被人任意欺辱。这位师兄，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可就在这时，燕儿却是突然问道：“我叫楚风。”楚风回道：“楚风师兄，如果你是来找苍冥药草的，燕儿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个地方。”燕儿说道：“你这个丫头，不是不知道哪里的药草多吗？”楚风笑道：“对不起，其实燕儿先前与那些师兄撒谎了，不过长老说过，若是遇到善良的弟子，可以带他们去那里。”燕儿说道：“那里？那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是长老种植苍冥药草的地方，那里本来是不允许弟子进入的，但长老曾特别对药人说过，燕儿若是遇到善良的弟子，是可以带到那里去的。但是长老也说过，进入那里的弟子不可以拿太多，一次只能采摘100颗苍冥药草。”燕儿说道：“竟然还有这种事？这样说来，燕儿所说的地方应该种植着不少药草吧？”楚风问道：“不过楚风师兄，燕儿若是带你去了，你只能采摘100颗，如果采摘的太多，长老会生气的。”燕儿说道：“燕儿，你就这么确定？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楚风感觉燕儿真的是一个单纯的丫头，能为我这样一个守元人出手的人，我想就算坏，也肯定坏不到哪里去吧。燕儿笑眯眯的道：“也是，既然如此，那燕儿带路吧。虽然100颗苍冥药草远远不够，但也不错了。”楚风说道：“100颗还不够，楚风师兄想要采摘多少苍冥药草啊？”楚风师兄的修为似乎很强，你若是为了功德点的话，为何不去做更高级的任务呢？燕儿不解地问道。“怎么说呢？我为的不是功德点，也不是苍冥药草，其实我为的是苍冥药草的种子。”楚风说道。“种子？楚风师兄真的只需要苍冥药草的种子吗？”燕儿问道。楚风点了点头，若真是这样的话，那我想燕儿能够满足楚风师兄，因为长老虽然限制过采摘药草的数量，但是对苍冥药草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重视，所以楚风师兄若只需要种子的话，倒是可以随便拿。燕儿说道。“真的吗？不过我需要的数量可是有点多啊。”楚风说道。“多少？”燕儿睁着大眼睛问道。“10万颗。”楚风回道。“楚风师兄随我来吧。”燕儿说话之间又蹦又跳的向前跑去，虽然已是少女，但是她的性子更像是一个小女孩，青涩未褪，稚嫩可人。这个丫头该不会她说的地方真的种植着10万颗苍冥药草吧？而看着燕儿那个自信的模样，楚风的内心却不免有些激动起来，因为假如燕儿真的能满足楚风的需求的话，那可真就是帮了楚风大忙了。在此之后，楚风便一路跟着燕儿，最终在一个山脚下停了下来，四目观望。楚风怎么看怎么是死路一条，但不曾想燕儿却拿出了一把块玉石，他将那玉石往山脚下的巨石上一放，竟然光芒四射，打开了一道结界大门。而顺着结界大门进入其中，楚风更是眼前一亮，哪怕是他此刻也是不由目瞪口呆，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时此刻出现在楚风面前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结界通道，而是另有乾坤。原来那座大山根本就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一座高级的隐藏结界，它是假的又是真的，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大山的内部是空的，因为眼下楚风就在这大山的内部，他能够清晰地看到这大山内部的一切。抬头观望蓝天白云，根本没有任何的阻隔，
就宛如那大山的石头和树木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而正眼望去，茫茫一片，尽是苍冥药草，数量之多，简直是令人啧舌。初步估计，起码数千万棵之多。这里简直就是苍冥药草的海洋。楚风终于知道为何燕儿会那么自信了。原来他所需要的10万颗苍冥药草种子，在这里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见到这样一幕，楚风想不激动都难，因为这代表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采集的苍冥药草种子，可以在短时间内凑齐了。燕儿，你说的那位长老叫什么？他怎么在这里种植了这么多苍冥药草？惊叹之余，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观察过苍冥药草，知道这是蕴含着特殊能量，有着一些特殊作用的药草，但是具有灵性，散养可以，但成片的种植可并不容易。而眼下一个人种植这么多的苍冥药草，楚风总觉得那个长老不太简单。长老不让燕儿说关于他的事，实际上燕儿也不知道长老叫什么，燕儿只知道长老对燕儿很好，是一个大大的好人。燕儿笑眯眯地说道。提起长老，他脸上那本就灿烂的笑容再度浓郁了几分。那么燕儿，是所有的守园人都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只有你知道？楚风再度问道。只有燕儿知道，这个地方是长老告诉燕儿的，守园人里面就只有燕儿能到这里来。燕儿并未隐瞒，如实说道。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楚风越发觉得这里是一个隐秘之地，而那个掌管此处的长老也定然不是寻常之人。楚风师兄，你在这里采摘种子吧。长老说过苍冥药草的种子无用，就算你把这里的种子都取走，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不过若是采摘药草，可只能采摘100颗哟。燕儿再度提醒道。可见这个丫头做事真的一丝不苟。燕儿，你是要出去吗？而看着燕儿的样子，楚风问道。燕儿还要去看守药园，除掉杂草，这是燕儿的工作，不能耽搁。燕儿说话之间，便通过来时的入口走了出去。这个丫头真是太单纯了，竟然这么相信于我。如今她走了，这里的药草又这么多，就算我采摘了多少，她又怎么会知道呢？看着那些前燕儿走出，但此刻已经关闭的石头，楚风微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他便双掌叠加，意念一动，无数道光芒体如同天地散花一般，自其身体爆射而出。起初那些光芒体冲向天际，如同倒射天际的流星一般，但是很快的，那光芒体又开始分散，1道变10道，10道变100道，到的最后，光芒体竟化作数颗小手，精致而巧妙的落到不同的苍冥药草之上。只不过这些光芒小手在楚风的催动下，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采摘苍冥药草，只是将药草之上的种子摘走后，便向其他药草摘去。这一刻，楚风兴奋不已，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兴致勃勃采摘药草种子之时，在这苍冥药园的另外一处，却发生着另外一幕。苍冥药园的一个角落，层层紫色的气焰宛如漫天的蝙蝠一般，在这片区域四下飞舞。与此同时，一股磅礴而强大的气息更是肆虐其中，的古怪叫声不断自那气焰之中传来，甚至在那气焰之中还会闪现出无数道血红色的目光，就如同那并非是简单的气焰，而是具有生命并且嗜血的妖灵一般，吞噬天地，声势骇人。而此时此刻，在这紫色气焰的最中央，竟然跪着5个人，而这5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之前欺负燕儿，最后被楚风赶走的5人。眼下的5人皆是跪倒在地，不仅满面慌张，满头大汗，更是满脸泪水，那身体就如同在冰冷的地窖之中冰冻了无数个日夜一般，难以自制的颤动着。放过我们，求求你放过我们！他们拼命的呼喊，大声的求饶，显然被彻底吓坏了。可是突然之间，那紫色的气焰却爆射而出，宛如一张恶魔巨口，直接将5人吞噬。这一刻，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开始自那气焰之中不断传出，可是回应他们的却唯有那气焰的古怪叫声，以及肌肉被撕裂、骨头被咬断、内脏被掏空、鲜血被吸干的声音。过了好一会，那惨叫声终于停止。与此同时，那紫色的气焰也是四散开来，消失不见。而在关那5人，只剩下5件血淋淋的衣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剩，死得彻彻底底，并且过程痛苦无比。对于那5人之事，楚风并不知晓，凭借过人的手段，只是片刻的功夫，楚风已经收集到了10万颗种子。只不过种子虽然是收集够了，可是楚风却无法离开此处，因为这里的隐藏结界很厉害，不仅封锁外面的人，连里面的人若是没有入药那样的钥匙，也是无法离开。所以楚风只能在此等候。好在只是等了2个时辰之后，燕儿终于再度出现了。只是这一次却不止燕儿一人，还多出了一个人，那是一名女子。从她的穿着可以看出，她也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这名女子身材较好，前凸后翘，甚是迷人，尤其身上那股特有的香气，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哪怕是楚风，也是在那香气的诱惑下，忍不住多看她2眼。不过可惜，这名女子似不愿以真容示人，在她的脸上竟然蒙着一层薄纱，只露出了一双眼睛。这女子的眼睛不是很大，但却很有神，再加上那长长的睫毛，看着也是很有成熟的韵味。最主要的是，她脸上的薄纱很薄，尽管遮盖住了她的容颜，但却也能够显露出一些轮廓。楚风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美女，妖娆性感的气质型美女。楚风师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芙蓉师姐。芙蓉师姐，这就是我跟你说起的楚风师兄。先前燕儿被人欺负，就是楚风师兄帮燕儿解围的。燕儿笑眯眯的相互介绍道：“谢谢你帮了燕儿。”听得燕儿的话后，那女子双眼微眯，不仅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柔和，并且很是和善的冲着楚风点了点头，应该做的。见状，楚风也是和善一笑，点头回应。而在此之后，那女子也没有与楚风多谈，而是迈开莲步向那药草海洋的中心行去。燕儿，这位芙蓉师姐，
也是帮过你的人。在女子离开后，楚风走到燕儿近前问道：“芙蓉师姐与楚风师兄一样，都是善良的人。不过她来这里，并不是为了采摘苍冥药草，而是闭目养神。”燕儿说道：“闭目养神。”听得此话，楚风颇感诧异。是啊，芙蓉姐姐几乎每个月都会来这里一次，要闭目养神1日1夜才会离开。燕儿解释道：“竟然那么久。”听得此话，楚风不由再度看向了那名女子，这才发现那被燕儿称作芙蓉师姐的女子已经盘坐而下，坐落在了药草之中。此时距离较远，再加上苍冥药草不低，所以女子的身子大部分都被药草掩盖，只能看到她的小半个肩膀以上的地方，并且此刻的她真的闭上了双眼，真是怪人。眼见着这芙蓉师姐真的如燕儿所说，楚风心中不免泛起了嘀咕。虽说苍冥药草多如海洋，一眼望去很是漂亮，但是苍冥药草却有着很浓的药味，在这里闭目养神，恐怕起不到令其心旷神怡的作用。不过想一想，人与人完全不同，爱好也是各有不同。虽然大部分人喜欢花香，但也无法排除少部分人爱闻屎臭，而楚风也不能确定这个芙蓉师姐是不是就有着爱闻特殊气味的特殊人士。也许她真的就爱闻这种药草味，这药草味真的能让她心旷神怡呢，所以只能给她定义为奇怪的人。燕儿，种子我已经采集完了，药草没有采集，因为10万颗种子对我来说，你已是帮了我的大忙，足够了。楚风说道。采集完了？这么快？燕儿一脸的吃惊，感觉很不可思议。毕竟10万颗种子，哪怕楚风修为强大，但按理来说也不应该这么快才是。对于燕儿的吃惊，楚风只是淡淡一笑，因为实际上他可没有好用这么久的时间，其实只在短短片刻就已经采集到了10万颗种子。楚风师兄，那你是准备离开了吗？燕儿问道。我还有事做，日后有机会再来探望燕儿。楚风说道。那好，楚风师兄以后有空一定记得来看燕儿。燕儿说话之间便拿着玉石，准备去帮楚风开启出口，而楚风也是跟了过去，想要就此离开。这种感觉，可就在这时，楚风的瞳孔却猛然一缩，随后赶忙转过头来，再度将目光投向了芙蓉师姐。这一刻，楚风发现芙蓉师姐如同先前一样，从表面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楚风却感觉到一层层无形的波动正自芙蓉师姐的身体扩散而出，覆盖整个药草海洋。而当那无形波动扩散到极致之后，又回向芙蓉师姐的体内涌回，这个节奏就像呼吸一样，一出一吸，非常均衡。不过伴随着那无形波动回到芙蓉师姐体内的，可并非只有那种波动，还有一种自苍冥药草之内所提取的力量一同被它吸收了。尽管那力量很是微弱，但还是被楚风感应到了。她并非是在闭目养神，而是在借助这些苍冥药草进行修炼。这个女子究竟是何来头？这一刻，楚风内心不免感觉吃惊，因为这种手段太高明了。如果不是楚风的精神力太过强大，恐怕连他也无法发现这个芙蓉师姐实际上是在借用苍冥药草修炼，并且从一开始楚风就没有感应到这名女子的修为。本来对方有意隐藏，楚风并没有在意，但是眼下对方已经明明有所行动，楚风也动用了精神力。按理来说修为会露出破绽，但是对方却没有，这就说明对方似乎很强。不过意识到情况不对，楚风却并没有放弃，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个芙蓉师姐到底在是运用这苍冥药草修炼禁忌玄功，还是在修炼武技，因为他可没有发现苍冥药草有能提升实力的特性。于是楚风将精神力进行隐藏调整，随后缓缓融入芙蓉师姐体内，想要查探一下这芙蓉姐姐的真实修为以及她究竟在做什么。然而就在楚风的精神力刚刚接触到芙蓉师姐之际，一层强大的波动竟然自其体内涌出，将楚风的精神力直接击退。与此同时，那芙蓉师姐也是猛然睁开双眼，看向了楚风。糟了！对于这突然之间的变化，楚风也是有些不知所措。尽管早就猜想到这芙蓉师姐可能比自己的修为强，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洞察能力也这么强大。这一刻，楚风几乎确定这芙蓉师姐的修为要远在她之上，甚至还要远在龙晨翼之上，是一个真正的妖孽级人物。若是此刻对方因为自己查探她的修为而有所不满，完全具有斩杀自己的能力。不过好在那芙蓉师姐睁开双眼后，并没有丝毫的怒气，反而是看着楚风浅浅一笑，随后便转过头去，再度闭上双眼，继续了那种修炼，竟没有任何追究。看来这青木山真的很是有趣。这一刻，楚风也是释然的一笑，眼中竟然涌现出了些许期待之色。之前楚风早就听说过青木山的妖孽多么料的，但毕竟是听说，今日他可是真正的见识到了，至少这个芙蓉师姐是一个远强于他的存在。不过楚风并未因此而感到压力，反而有些兴奋。虽说青木山高手太多，难免会化作阻力，但是逆流而上却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有逆风何来变强？而楚风就是需要这种阻力来激发自己。楚风离开了苍冥药海，但内心却一直想着两件事。第一就是芙蓉师姐究竟在用苍冥药草修炼什么，是武技还是玄功或是其他的？第二个就是苍冥药海那么多的苍冥药草究竟是哪位长老所种？尽管在楚风看来苍冥药草只是单纯的药品，但是经过芙蓉师姐一事后，楚风却几乎确定苍冥药草绝非只是药物这么简单。真是奇怪，怎么感觉这苍冥药草蕴含的也只是单纯的药性，根本不含有天地灵气啊！楚风盘坐在地上，手握一颗苍冥药草，喃喃自语。楚风的精神力绝对是非常刁钻的，能感应到常人所不能感应到的，而楚风的天眼更是凌厉至极，能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
可是面对着棵苍冥药草，楚风却显得无能为力。明知道它含有其他特性，可偏偏探寻不出来。楚风这么急着叫我，是有什么事吗？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原来是白若晨。楚风离开苍冥药海后，便来到了与白若晨约好的地方，并且通过通信符召唤了白若晨。但是白若晨正忙于到处搜集苍冥药草，突然被楚风召唤，还以为楚风出了什么事。但是来到此处后，发现楚风不但安然无恙，还一脸的悠哉，他便不免有些怨气，总感觉自己像是被楚风耍戏了。当然是为了开启这道门。楚风笑眯眯的道：“开启这道门不是需要10万颗种子吗？难道说你已经采集到了10万颗？”白若晨鄙夷的说道。因为3日之内只采集了1000颗苍冥药草的他，可不相信楚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采集到那么多苍冥药草。哪怕明知道楚风的界灵之术高于他，但他也坚信楚风做不到。你仔细看看不就知道了。楚风指向了那道被他召唤出来的大门，而看向那道大门之后，白若晨的小脸顿时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那大门之上的10万个钥匙孔竟几乎都被填满了苍冥药草的种子。你真的采集到了这么多？这怎么可能？这也太不思议了。白若晨彻底被惊呆了，因为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实在想不相信都不行。可是这个事实有是这样的惊人，算是遇到了贵人吧。楚风微微一笑，并未隐瞒，而是将遇到燕儿，甚至遇到的那位芙蓉师姐的事全部告诉了白若晨。竟然有这种事，你的运气也未免太好了吧？听得楚风的话后，白若晨的吃惊之容也是减缓了不少。人品好没办法。楚风得意一笑，随后问道：“对了，若晨妹妹，你可曾听说过这个叫做芙蓉师姐的人？按你所说，这个芙蓉师姐倒是与一个人很像，不过假如是这个人，那可真就有些了不得了。”白若晨道：“谁？”楚风问道。在青木继承榜上有一个女子，叫做江芙蓉。这江芙蓉来头不小，出生自一个修武世家，并且是天赐神体。天赐神体出生之时，会引起天地异象，惊动不少人。在她刚出生没多久，便被带入了青木山寻的，并且被青木山一位当家长老收为弟子，带到了青木山。她可谓是从小在青木山长大的。天赐神体的持有者，当家长老的闭门弟子，在江芙蓉的身上挂着多个光环，同时也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不过江芙蓉并没有让人失望，年仅12岁便成为青木山的核心弟子，13岁创立了公主部。如今他所创建的公主部是核心地带第3强的存在，不仅仅他创建的分部强大，他个人的实力更是毋庸置疑。如今已是位于青木继承榜的第3位，青木山数亿弟子之中最强的女弟子。白若晨凝重地讲述着，可以看出他对着江芙蓉的事情很是了解。不过楚风却看出，提起这江芙蓉的时候，白若晨的眼中涌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光芒。那光芒一闪而逝，但却被楚风捕捉到。那不是简单的光芒，那是一种意志，那是一种野心。尽管只是猜测，但楚风却知道白若晨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而假如他要想在这青木山内声名鹊起，站到巅峰的话，那么他将面临的最大敌人，目前来说只有一个，那便是同为女性妖孽的江芙蓉。想不到那个芙蓉师姐竟然这么厉害。楚风感叹道。楚风，你能够确定你所见到的就是江芙蓉？白若晨问道。我能感觉到她的修为远在龙尘翼之上，具备在青木继承榜上的实力，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8、9不离10，她就应该就是江芙蓉了吧？楚风说道。她已是天赐神体，难道还需要修炼特殊的东西吗？这苍冥药草到底还具备什么功效？听得楚风的话后，白若晨也是取出一颗苍冥药草，意味深长地打量起来。行了，别研究了，这苍冥药草我已经观察许久，但并没有发现特殊的地方。这苍冥药草究竟有何用处？想必也只有江芙蓉或是这青木山的个别长老知道了吧？楚风说话之间，将自己手中那药草的种子取了下来。虽然这道门上的钥匙孔几乎都被楚风用苍冥药草的种子堵上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钥匙孔是楚风故意留下来的。因为在楚风看来，只要将这所有钥匙孔都用苍冥药草种子堵上的话，这道大门恐怕就要开启了。果不其然，当楚风将手中的药草种子放到最后一个钥匙孔上时，那大门便传来了一声闷响，紧随其后，阵阵如同金属碰撞的声音不断在那大门之内传来。而在这种声音的响彻下，那大门的中间竟然出现了一道不规则的缝隙，并且此时此刻，那道缝隙正在缓缓拉开。希望你羽化宗的老祖宗别再玩咱们了。看着那正在开启的大门，楚风话有所指的说道。我也希望这道大门后面就是祖师留下的东西，不想再接受什么考验了。白若晨明白了楚风的话中之意，但不管怎样，此刻二人的眼中都布满了激动与期待之色。在二人那期待的目光之下，大门开始露出缝隙，而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此展现在二人视线之中。那是一个空间，但更像一个大殿，一个不是很大但却异常精致的大殿。这座大殿的墙壁非金非银，竟是水晶所造，但哪怕是水晶，却又非寻常的水晶，明明绚丽夺目，却又并不刺人眼球，给人的感觉只有2个字，那便是惊艳。但要说到惊艳，那大殿之内的东西可就足以令楚风与白若晨震惊了。各种果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似芒果，有的似苹果，有的更是如西瓜一般大，但是它们可皆非寻常的果实，因为它们不仅光芒闪闪，色彩缤纷，更是萦绕着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而那天地能量之中最为浓郁的，却要属于武力。这非寻常的武力，乃是真正的王级武力。这些皆是修炼资源，天地异果，好多天地异果。这一刻，不仅是楚风满面狂喜，喜出望外，就连白若晨也同样如此。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可并非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能够有助于修炼的天地异果。真是好东西啊！
这些天地异果应该都是王级武药吧？楚风感叹道。何止是王级武药，还是王级武药中的极品。它们虽然蕴含着极为浓郁的王级武力，但却并没有蕴含多少狂暴的物质，炼化起来会少费不少力气。对于我们武王境的人来说，乃是最为珍贵的修炼资源。白若尘道。而就在白若尘说话或之间，楚风却突然出手，只见一股吸力暴涌而出，无数颗王级武药便漂浮于半空之上，最终又纷纷涌入了楚风的乾坤袋内。不过楚风并没有吃独食，他只是收走了这大殿内的一半王级武药，还留下了一半，一人一半，没意见吧？楚风笑着说道。正合我意。白若尘也是微微一笑，随后也取出一个乾坤袋，如同楚风一样，开始收取另外的王级武药。虽然楚风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修炼资源，但是看着白若尘收取那剩下的王级武药，内心却没有丝毫的不情愿。首先，这些的确是白若尘应得的，毕竟这本来就是羽化宗的先祖留给羽化宗后人的。楚风不是羽化宗的后人，所以他能得到一半，已经是捡了便宜。再者，从白若尘那欢喜的反应中，楚风能够看出这个丫头似乎也很需要这些修炼资源，否则以她的性格，不可能这么激动。所以楚风也应当成全白若尘。那是，可是就在这时，楚风却突然眼前一亮，为之一愣，因为在白若尘将剩余的王级武药收起后，这座大殿并没有空空如也，竟还有物品。在大殿的最深处出现了3个东西，那3个东西似是钢铁，但却异常规整，四四方方尖，厚2尺，宽1米，长3米，分为3块，就那样整齐地摆放在那里。不过楚风一眼就看出，就算这是钢铁，也非寻常的钢铁。虽然它们没有散发出任何奇异的光芒，甚至就像废铁一样摆放在那里，可是楚风却感觉到这钢铁坚不可摧，简直强横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不过最让楚风吃惊的是，这3块钢铁之内竟然有灵气，就如同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般。这是什么？这一刻，白若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已然来到了那3块钢铁的近前，惊讶地说道：“这上面有字。”听得此话，楚风也是赶忙走了过去，这才发现在这3块钢铁之上，的确有着一些字迹：苍冥金刚铁，本是埋藏于地底深处的金刚铁，因吸取苍冥之气数万年，最终进化为苍冥金刚铁。苍冥金刚铁集坚不可摧与无坚不摧的特质于一身，乃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钢铁之一，用于打造地兵之基础。苍冥金刚铁可算无价之宝，若我宗门后人得知，切记不要外露，不要变卖，只可己用。若有生之年无法利用此铁，需留给后人，不得浪费。这些字体苍劲有力，可以看出动笔者是一个修为高深之人。可是哪怕如此，这些字体却也只是浅浅地印在这苍冥金刚铁之上，并没有刻入其中。由此可以看出，这苍冥金刚铁真的是坚不可摧，是世间难得的宝贝，竟然是打造地兵的宝贝。得知这3块钢铁的来历之后，楚风也是不由心惊，因为不用想他都知道这苍冥金刚铁的价值，这可比他与白若尘所收取的王级武药要贵重得多。换句话说，这苍冥金刚铁才是羽化宗先祖真正想要留给后人的宝贝才是。毕竟地兵那样的利奥的，随便一样与地兵有关的东西，恐怕都足以令无数高手折腰，又何况是这种打造地兵的基础原料。就在这时，白若尘突然出手了，他凭借乾坤袋直接将1块苍冥金刚铁收了起来。随后他先看了一眼地上剩余的2块苍冥金刚铁，这才问向楚风。先祖的意思很明显，是希望后人能够利用这苍冥金刚铁制造出一把地兵，但若后人无法制造出地兵，就不要浪费此铁，哪怕它价值连城，但也不得变卖，需要离给羽化宗的后人。你能做到我羽化宗先祖的要求吗？绝不辜负羽化宗先祖的一片期望。楚风自信满满的道。那这剩下的2块你全收起来吧。白若尘留下这句话，便向着大殿的入口行去。不是吧，若尘妹妹，你是打算留给我2块？这样不太好吧？楚风有些吃惊，这样的宝贝，白若尘给他1块，以示照顾他，竟然给他2块，这的确让楚风有些受宠若惊。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修炼资源，这苍冥金刚铁虽然宝贵，但1块已经足够，那2块你就都收着吧。你的结界之术远高于我，日后的成就定远胜于我，我相信你早晚会用到这苍冥金刚铁，况且能够寻得此处，你的功劳远大于我。若不是你，也许我根本没机会看到这座大殿，就更别说收取大殿之内的宝贝了。于情于理，你都该比我多拿1份。白若尘说道。而听得白若尘的话后，楚风也释然的笑了。既然白若尘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楚风若再谦让，反而是他的不是了。于是楚风毫不客气的将这2块苍冥金刚铁收了起来。苍冥之气，莫非与苍冥药草有些关系？不过在这一刻，楚风的心中却再度升起了一个疑问。不过这种疑问也只是疑问而已，楚风不再深思，毕竟他已经得到了属于他的好处。先不说那堪称无价的苍冥金刚铁，单单是那些天地异果、王级武药，就是莫大的惊喜了。在楚风来看，这些王级武药若是尽数炼化，让他突破到2品武王应该不难。